宴会上，有人往我喝的香槟里下了药，我踉踉跄跄去找未婚妻，却在书房门口被一只手拉进隔壁房间，竟然是未婚妻的那位清冷小姑傅疏影。我向来害怕这位高岭之花。那小子跑哪儿了？傅一小姐说就在2楼啊，今晚不给她送上去缅北的车，咱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门外响起2个男人的声音，他反手就把门给锁了。那男人肯定在里面，臭小子！开门！药效上头让我浑身无力，眼神变得迷离，瘫倒在地上。今晚死定了，在孤儿院苦熬18年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被亲生父母找回，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就要没了吗？想死吗？门外瞬间安静，只剩惊恐的低语。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傅疏影，快跑！我刚松了口气，燥热感却越来越强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跌跌撞撞扑向门口那个纤细高挑的身影。我直接揽过女人盈盈一握的腰肢，垂眸就吻了上去。我恨不得将她吞之入腹，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，我才迷离的轻笑。傅疏影，你好性感啊！江晨，你知道自己在和谁亲吻吗？我的理智早就被药效烧光，在他耳边轻声说着。知道。这个素来不近男色的女人，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同我纠缠。我一路吻上她的唇，用低沉的声音不断喊着她的名字。疏影，傅疏影。当我清醒过来时，还紧紧抱着傅疏影。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后，我不禁一阵战栗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他一向清冷的眸子，竟带着一丝笑意。放轻松，宝贝。不，我错了。小坏蛋，吃干抹净，现在想翻脸不认人。他将食指抵在我唇上，示意我安静。有人来了。钥匙呢？江晨肯定在里面和野女人鬼混。我眉心紧锁，紧张地握紧了拳头。是我未婚妻。傅疏影妩媚的小脸瞬间冷了下来。未婚妻？傅依依，快看，江晨真在跟野女人鬼混，他怎么能……傅依依看到我怀中的傅疏影，魂都吓飞了，一把将江一白拽倒跪下。怎么会是你？傅疏影眼底讥讽更甚。不然，你以为是谁？江晨，他不像那种会在婚前乱来的人。姐，你确定能让江晨倒下吗？万一他没倒下怎么办？他再能忍，也没有你能忍啊。你找的2个人靠谱吗？抓不住他怎么办？不怕，我还准备了一个老女人。就算他俩失手了，我还有后招。等他做出丑事，我再带人去捉奸，让所有人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姐，你答应嫁给我的，不会因我不是江家血脉就不要我吧？怎么会？你这么厉害，我怎么舍得便宜别人？想到我此刻的处境，一向冷静的他竟显露慌张，转身就跑出去，在主楼里寻找我的身影。初见他时，梨花树下，世间一切美好的词，放在阿晨身上都不为过。傅疏影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，直到助理来催，才转身回书房处理工作。可一想到阿晨竟是自己那倒霉侄女的未婚夫，他握着钢笔的手便骤然收紧。傅依依，她也配？一个荒唐的念头在他心底疯狂滋生。那与阿晨联姻的人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傅疏影在主楼寻了许久，终于在2楼走廊看见扶着墙踉跄前行的我。眼看我就要走过，他立刻开门将我扯入房间。果然是被人下了药。傅依依那个废物，真不配当傅家的人。此刻傅依依和江一白还跪在地上，傅依依吓得浑身发抖，但想到监控早被他处理掉，又暗自松了口气。江一白则死死盯着我。门口的宾客本是来看好戏，见主角竟是傅疏影，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。傅老爷子拄着拐杖闻声赶来，当看清房内景象后，向来沉稳的眼眸也闪过一丝惊愕。疏影，那个不近男色的小女儿此刻正靠在江晨怀中。傅远行怀疑自己老眼昏花，伸手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只见小女儿傅疏影对他微微点头。爸。傅远行一时间五味杂陈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既有女儿终于开窍的欣喜，又有他碰了孙女未婚夫的尴尬，更别提还被这么多宾客撞见。江家父母闻讯而来，本以为儿子真与野女人有染，准备先当众毒打。混账东西！可看清了女人的脸后，两人脸色青白交加，心底却是一阵狂喜。江父神色复杂地看向江晨怀中的傅疏影。傅大小姐。傅疏影本不想搭理，但念及他是我父亲，便淡淡的了一声。江父听到傅疏影的回应，一脸惊讶。他居然回应了。江父正窃喜着想攀附这位大小姐时，跪着的傅依依却突然咆哮起来。肯定是江晨勾引的小姑，小姑你也被下药了吧？不然你怎么会便宜这种货色？她不过就是一个孤儿院出来的地痞流氓。我强压心头怒火，双手死死攥着。傅依依这个女人，被我拒绝后便一直怀恨在心。你这个朝三暮四的男人，我傅依依要跟你退婚。退婚？可傅江两家10年前就合作了东南亚的产业，现在退婚，难道是不想和江家合作了？那我买的股份怎么办？几十个亿呢？
这小伙子看着倒是很安分，怎么能勾引未婚妻的小姑啊？江父一听傅依依要退婚，顿时急了。老爷子，不能退婚啊！东南亚产业虽江家占小头，可这10年，我为两家合作可是拼了命，日夜都守着东南亚，连儿子都顾不上生。傅依依自小被宠坏，又喝了点酒，根本不把江父这个长辈放眼里。我就是要退婚！傅老爷子握着拐杖的手背青筋暴起，脸色铁青。逆女！傅远行一拐杖狠狠打在傅依依背上，傅依依被打得趴倒在地，她咬紧牙关，将剧痛憋在嘴里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。偌大空间瞬间鸦雀无声，我眼前一阵恍惚。小时候，院长把我拉到角落当中辱骂我，自那时候，孩子们对我的欺凌变本加厉。想着这些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我忍不住想吐，但还是强忍着紧抿薄唇。就在傅远行犹豫之际，江晨，我嫁。向来稳重的傅远行愣住。你说什么？傅疏影与我十指相扣。我说，江晨，我嫁。众人哗然喧嚣，傅远行正了正脸色，强压下心底的激动与复杂。好，从现在起，傅江两家联姻不变，但江晨是傅淑薇的未婚夫。说出此话时，江父立刻喜上眉梢，连忙对傅老爷子点头哈腰。好，太好了！本以为儿子要被傅家放弃，正盘算着让谁去顶替呢，没想到叱咤商界的傅淑行竟亲口说要嫁给江晨，简直是祖坟冒青烟。一直沉默的我却厌恶着开口：“不好吧？”傅疏影眸色一冷，看向身旁的我：“怎么，对我不满意？”没有，我是觉得突然换未婚妻有点奇怪。我不敢说自己害怕傅疏影，她执掌黑白两道，我人生的前20年已在恐惧中度过，余生只想找个普通人安稳度日。傅疏影背景太深，我惹不起，也不想惹。身旁的女人似乎有些生气了，掐了下我的腰。我下意识垂眸看她，却对上那双清冷的眸子，吓得我脖子一僵。这不只是恐惧，更多的是为自己悲惨的人生感到凄凉。我真的不想再活在水深火热里，真的不想再这样如履薄冰了。傅疏影见我低落的样子，她心中升起一丝莫名的烦躁，拿起旁边的衣服丢给我，拉着我就出了房间。傅疏影一路拉着我进了电梯，直接按了12楼。庄园主楼的12层是傅疏影的房间。我声音微颤道：“你可不可以放过我？”傅疏影听到我的话，只感觉心脏猛地刺痛一瞬，靠近过来。她有些柔软的小手抚上我的耳边，她眼底蒙上一层水雾，眼尾浮上一层暗红，似是动了情，踮起脚尖吻在我的唇上。傅疏影声音妩媚诱惑道：“阿晨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我想和你一辈子在一起。”活了20年，第一次有人说喜欢自己，他是说真的，还是只是为了傅江两家的生意？我猜恐怕后者居多。都说人在动情时的话不能信吗？我眼眸一沉，不知道突然从哪来的勇气，低头狠狠咬在她光滑的肩膀上。傅疏影娇哼一声，电梯这时候开了，她漂亮的眸子里多了一丝笑意，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出了电梯。12层很大硬，入眼帘的是一个开放式客厅，巨大的落地窗外依稀可以看见对岸的万家灯火。借着月光，我被她拉到落地窗前，她紧紧地靠在我身前，我能感受到她身体的柔软。往下一瞥，主楼门口还有零零散散的宾客在攀谈，我不确定楼下的人是否能够看清我们，但我们此时的姿势确实有些太亲密了。傅疏影指着窗外林立的大厦，柔声道：“整个世界都是你的。”我并不觉得感动，只觉得可怕。我感觉自己的边界正在被人肆无忌惮的侵略，我恨透了这种侵略。我好不容易脱离了孤儿院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拼尽全力才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他凭什么强行夺走？我闭上眼睛，声音坚定：“我可以不做江家的儿子。”傅疏影清冷的眸子骤然睁大，胸中燃起一腔怒意。阿晨刚刚那句话的意思是，他可以不做江家的儿子，也不和我结婚吗？傅疏影气得深吸一口气，压抑着心中的怒火。再说一遍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刚刚那股劲过去了，心底的恐惧又浮现了出来，但我还是艰难地说道：“我不愿意。”这几个字像利刀，狠狠地插在他的心尖上。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心痛，不过是个男人而已，抓住我的手也不愿放开。他明白，若是今天放我走，再想抓住我就难了。他盯着我那双漆黑深沉的眼眸里，勾起一抹笑。可惜，血缘是无法斩断的。既然老天让我们相遇，你江晨注定要做我傅树英的爱人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他踮起脚尖吻上我的唇，我慌乱地扭过脸，他惩罚性地在我耳垂上咬了一口。
我下意识闷哼一声，让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我，我隐忍着不停安慰自己的样子。他唇边的笑意更深，伸手掰过我的脸，深深地吻在我的唇上。我的人生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出错，在今天更是错得离谱。最令我可耻的是，我虽然内心煎熬，但身体却很愉悦。我知道自己有点心理问题，但从未想过自己喜欢被人强迫。我猜想是自小在孤儿院受虐，造就了我如今的诡异心理。我此时躺在床上，浴室里传来傅疏影淋浴的声音。我想象了一下，她站在花洒前淋浴的样子，耳尖有些发烫。我觉得自己不太对劲。我居然开始渴望他。不行，他是傅疏影，是纵横黑白两道的傅疏影。如果和他沾上关系，生活必然跌宕起伏。我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安宁生活，我不要被他打破。我捡起散落在地的衣服，快速给自己穿上。我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，朝电梯走去。刚刚按下按钮，身后传来傅疏影妩媚的声音：“去哪儿？精力这么好，不累吗？”我一瞬间汗毛耸立，站在电梯门口不敢动。身后传来他的脚步声，逐渐靠近。他从我身后抱住我的腰，将头轻轻靠在了我的背上。淡淡的沐浴露香气钻入我的鼻尖，很好闻。我忍不住浑身一颤。他转身来到我面前，看着我极力隐忍的眼眸，这让他忍不住想亲。水滴从他的长发上落下。我盯着他那张美艳到极致的脸，忍不住咽了下口水。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刚刚不可描述的画面，脸上不由得浮上一层可疑的绯红。他勾唇轻笑，伸手轻轻揽住我的手臂。你又想做什么？他唇角漾起一丝浅淡笑意。你说呢？说着，他拉着我走进浴室。浴室水雾氤氲，他将浴巾铺在大理石台边，示意我坐下。我眉峰微蹙，眼底带着戒备。你别乱来。我抬手轻抵在他肩头，微微推开。我早注意到他锁骨下方有一道子弹留下的疤痕。这个女人经历过生死，不是普通人。我心中忌惮更深，没有再乱动。见我出神，他伸手轻轻碰了下我的腰侧。我低吸一口气，垂眸盯着他，不自觉抿紧唇。他抬手，指尖轻触我的下巴，微微抬了抬，仰头端详着我，轻笑一声。果然容易紧张。他目光微垂，在抬眼时带着戏谑暧昧。要不要帮我？我已是20岁的男人，自然明白他的意思。不要，我们还没结婚。哦，等我让你心甘情愿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点头。你简直没分寸。外界不是都说傅疏行清冷寡情吗？怎么会如此轻佻？我抿紧唇，视线短暂下移一瞬，想到那些画面，只觉难堪，声音压低却依旧沉稳。我说了，我不要。他被我这副紧绷克制的模样取悦，上前一步，在我的唇上轻轻一吻。或许是精神紧绷到极致，我眼前一黑，意识渐渐模糊，身体微微前倾靠向他，他连忙伸手稳稳扶住我。我的脸颊轻贴他胸前的疤痕，昏睡过去。他低头看着我，凑近发间轻嗅，随即在我额心落下一个灼热的吻，望着我的睡眼，眼底满是宠溺与占有。他小心扶着我，细心为我冲洗。洗着洗着，他忽然自嘲一笑，向来冷淡自恃的自己，竟会这般耐心对待一个人。心底想和阿晨共度一生的念头越发强烈，不管阿晨愿不愿意，我都要定他了。哪怕方式强硬，背负骂名也无所谓，至少我想要的，自始至终只有阿晨。次日清晨，窗外的阳光洒进卧室，我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垂眸便对上傅疏影那双水润的眸子，心头微微一震，想起身时，才发现他的手臂轻轻挽着我的胳膊，贴在我身侧，虽没有多大力道，却让我下意识顿住了动作。昨晚我一夜未眠，你倒是睡得酣畅，窗外打雷闪电都没把你吵醒。我微微偏开脸，避开他的目光，神色有些不自在。收拾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去民政局。我眉峰微蹙，语气里带着几分错愕。民政局？去民政局干嘛？他抬手轻轻捏了捏我的脸。当然是领证啊。领证？我蹙起眉，伸手拉住他要起身的手臂，语气坚定。不行。他温柔妩媚的眉眼瞬间冷了下来，我呼吸一紧。我还没到结婚年龄。什么？身份证拿来我看看。身份证在我背包里。而那个背包昨晚被他嫌碍事，随手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。是真的，我今年冬至才满23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底掠过一丝失落与烦躁。行，那就等到今年冬至，冬至一到就领证，不许再找借口。我心虚的点点头，垂眸避开他的视线，心里悄悄盘算着。现在才刚刚9月份，距离冬至还有3个月。都说一个人的激情不会超过3个月。或许3个月后，他玩腻了，就不想嫁给我了。想着这些，我紧绷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。见我这副放松的神情，傅疏影眼眸微眯，她突然靠近我，魅惑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戒备。你又要干什么？说好的清冷美女呢？她语气带着几分戏谑。
你不会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吧？被他一语戳破心思，我语气有些着急。我哪有？他哼笑一声，语气里多了一丝危险的意味。你想多了。江晨，你真的很不会撒谎。我神色有些不自然，微微偏头避开他的目光。突然，门口传来一阵尖叫。你们居然真的……是傅依依，在他身边站着的是面容扭曲的江一白，二人目瞪口呆，用力揉搓眼睛，像是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。傅依依太阳穴一阵突突，我那个赤赤黑白两道的禁欲小姑，居然真的把阿晨带到了12层，还让他睡他的床，还有客厅里散落一地的衣物。昨天真的没人给小姑下药吗？小姑是自愿和阿晨在一起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有人给小姑下药，而且下的还是猛药。江一白越想越气，江晨居然能攀上傅疏影，这下我的计划彻底落空，在江家的地位更是岌岌可危。江一白壮着胆子走到傅疏影床边，我被人撞破这般亲密的模样，一脸尴尬，下意识坐直身子。江一白硬着头皮，刻意讨好着傅疏影。小姑，您要是喜欢，看看我呀，我比江晨厉害得多。傅疏影脸色清冷，周身的气温骤降，侧身从床头柜里取出一把枪，枪口对准江一白，语气淡淡的：“滚！”江一白自小养在国内，哪里见过这种架势，吓得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傅疏影搬动扳机，我也吓到了，身子一颤，别过脸不敢看。他察觉到我身上的动静，看了我一眼。傅疏影看向门口呆立的女人，还不把你的人带走？傅依依立马反应过来，上前拉起江一白的手，拖着他的身子就往外跑。二人的身影消失，房间一瞬间安静下来。傅疏影手里还拿着那把手枪，我怕他手里的枪走火，指尖微微蜷缩。傅疏影立马收了枪，将枪放回床头柜里。他轻柔地抚摸我的脸颊，看着我紧绷的神情，心里漾起一丝柔软。傅疏影，我沉声唤他，他最受不了我这样叫他的名字，于他而言，这便是最致命的歉意。我没想到他大清早也能有这样的兴致，关键是昨晚已经有过多次亲密接触，我只觉得身心俱疲。我想起身，却被他轻轻按住，只能耐着性子配合。傅疏影被我这副状态逗笑，怎么这就撑不住了？我皱着眉，别再折腾了，昨晚已经够累了。他眼里的笑意更浓，却也没再强求。行，不闹你了。随后他起身拉着我的手腕，带我去浴室洗澡。洗完后他怕我着凉，特意给我找了件宽松的棉质睡袍。他看着我，语气认真，等助理送来了男士衣物，咱们先去吃点东西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在盘算，他怎么这般热情？要是一直这样，我恐怕真的顶不住。傅疏影这时主动去厨房忙活，我站在一旁看着，心里竟有些暖意。他做饭的样子很认真，和平时那个清冷疏离的模样判若两人。我走上前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不用这么麻烦，让佣人做就好。他回头看我，眼底带着笑意，没事，亲手做的才实在。我嘴角竟亮起一丝蜜意。我坐在餐桌前安静看他舀粥，那瞬间我一直空缺的内心仿佛被填满，甚至感到一阵暖意。我突然冒出一个荒唐的想法，我们好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了，夫妻。如果傅疏影是一个普通人就好了。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立马用力咬住舌尖，用疼痛让自己清醒。粥煮好后，他先给我盛了一碗，快尝尝，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煮东西，快尝尝我看着面前的白合粥，面露嫌弃，见我迟迟不动，他疑惑地转过脸。这粥我用凉水泡过，不烫了。我只好为难地拿起勺子，缓慢地送进嘴里，米饭的味道在嘴里散开，好想吐。我极力忍住想吐的冲动，皱着眉将那点米粥咽下。他见我吃的痛苦，怀疑的又喝了一口自己的粥。他到底为什么？女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，放下汤勺，认真地看着我。你不会有样厌食症吧？我狭长的眸子一正，旋即又黯淡下去。对，我就是有厌食症，我就是个怪胎。来吧，厌弃我吧，像过去那些人一样骂我神经病，然后将我狠狠抛弃。我的思绪瞬间飞回孤儿院。那时院里总有大人对我动手动脚，直到我像恶犬一样死死咬住一个摸我脸的人，从此没人敢碰我。其他小朋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听大人们说我脑子有病，他们也就跟着霸凌我。有一个大哥哥护在我身前，心疼地看着瘦弱的我。阿晨都瘦成这样了，被你们整的饭都吃不下。他往我嘴里塞了一块饼干，温柔地对我说，阿晨，你太瘦了，哥哥心疼你。我记住了他的话，从此我便认为只有不吃饭才能被人关心。从那天起，我有意识地控制饮食。我从12岁后就再也没碰过主食，节食久了必然会暴食。一开始我会自责，后来我学会了抠吐。大学交的朋友都认为我有病，纷纷离我而去。现在傅疏影也会像他们一样抛弃我，再踩上一脚。我看向他，眼神变得冷漠凄然，
可他却冷着脸端起我面前的粥，挖了一勺递到我嘴边。张嘴。我倔强的别过脸，他将瓷勺强行堆进我嘴里，我死死咬着牙。他又气又急，心底又泛起一丝心疼。他想到我一个人在孤儿院长大，眼眶竟有些湿润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即将流出来的泪水，语气却还是威胁：再不吃，我就用嘴喂你。我决绝的脸上终于浮现一丝松懈，他松了口气，又舀了一勺粥递到我嘴边，语气诱惑：乖，张嘴。可大米的味道钻进鼻尖，我依旧倔强的闭着嘴，傅疏影的声音都在打颤。好，你不吃是吧？下一秒，他竟将白粥含在嘴里渡了进来，米饭的味道在口腔爆开。我难受的想推开他，但被他这样着急上火的喂着，我心底竟浮起一丝异样的满足。他感受到我抵触的情绪，眸子里闪过一丝诧异和心疼，语气也柔和下来。好好吃饭，我就不会罚你。他这话却瞬间点燃了我的怒火，我扬手将桌上的碗挥到地上，瓷碗崩裂，餐厅陷入死一样的寂静。他阴冷的眸子冒着寒意，双目猩红。我瞬间清醒，想起他胸口的枪伤，恐惧蔓延，四肢百骸。他瞬间冷笑一声，对着我冷淡道：江晨，我对你太好了是不是？我偏过脸不去看他，可他却狠狠吻上我的唇，不再是温柔。我懵了，我刚刚都那样对他了，他居然还会亲我。我内心深处涌出一丝兴奋，甚至希望他吻得更深更猛。我将他的怒火视作爱意，照单全收。我喜欢他的暴力，喜欢他的在意，更喜欢他的吻。我缓缓闭上眼睛，感受到我的回应。他整个人呆愣了一瞬，我的心却瞬间空了。看着他逐渐远离的唇，我心底竟泛起一丝失望。他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。我忍着酸涩站起身，我要回家，我爸妈会担心我的。谁知他目光扫过我，直接拉起我的手，将我拉回房间。我心里冷笑，气氛都这样了，他还想那种事？可下一秒，他丢给我一个袋子，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他唇角带着一丝笑意道：你不会想就这样回家吧？难道你是想让你的爸妈看看你浴袍里空空的样子吗？我这才明白，袋子里是他为我准备的衣服。我捡起袋子，转身去卫生间换上了衣服。这个女人确实不错，但联姻做不得数，我的人生必须自己掌控。他挽着我的手臂一起走向电梯，刚到1楼，佣人们纷纷弯腰行礼。等我们走过，那些八卦的眼神就沾了上来。天哪，傅大小姐真和依依小姐的未婚夫在一起了！小姑抢侄女的未婚夫，豪门真刺激！傅大小姐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听着这些议论，面不改色地跟着他上了车。司机为我们开门时，眼神里的震惊藏都藏不住。车门关上，车内死一般寂静。我以为这压抑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然而傅疏影突然开口：虽然冬至才能领证，但我们可以提前办订婚宴。他要昭告天下，我是他傅疏影的男人。我赶紧摇头，还是不要了吧。他眼眸微眯，侧身看我。江晨，你除了拒绝我还会做别的吗？见他生气，我连忙解释：我还在上学，要是让同学知道我和你结婚了，我非被当成国宝不可。我脱口而出：你是太拿得出手了，我不喜欢引人注意。这话显然取悦了他，他唇角竟浮起一丝笑意。车刚停稳，我就下车，头也不回着走了，生怕他突然叫住我。可我刚一进大厅，江一白的声音就砸过来：爬了未婚妻小姑的床，现在才知道回来。他上下打量我：怎么，傅疏影把你用完就抛弃了？我只想赶紧上楼写作业，不想跟你纠缠。谁知我刚绕开他，江一白竟从我身后一把抓住我的衣领。你还敢坐着付淑金的车回来？你是故意炫耀的吧？我转身抬手就甩开他，他难以置信地指着我的鼻子：你敢打我？我简直满头问号。就在这时，爸妈从2楼下来，江一白秒变脸：妈，江晨欺负我，他嘲讽我是冒牌货。我妈一听，立马板着脸训斥我：我们一白是要和傅依依联姻的，赶紧给他道歉。我不会为没有做过的事道歉。说罢，我转身就走，身后却传来我爸的怒喝：怎么跟父母说话的？还没和傅淑庆结婚就如此嚣张了！我停下脚步，嫌恶地看着他。这样的父亲，我不要。这时，我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傅疏影给我盛粥的模样，嘴角忍不住漾起一丝甜蜜。还笑！我爸的怒吼吓我一跳，指着我的鼻子就骂：你个逆子！你就是在孤儿院学坏了，江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孤儿院3个字让我的脸瞬间煞白，但我偏不认输，反而挑衅地迎上他的目光。我现在是傅疏影的未婚夫，得罪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爸惊呆了。你撕了我可是你爸！我呵呵一笑，仿佛在说那又怎样。他气得直接拿起茶几上的高尔夫球杆，大步朝我冲过来。就在球杆即将落到我头上时，住手！我爸嘴里还怒喝：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拦我！可当他看清来人，瞬间吓得脸色煞白，手一松，球杆直接掉落。他冰冷的眸子死死盯住我爸。江晨是我的未婚夫，你敢动我傅树新的男人？我爸当场腿软，连连摇头：不敢不敢。说着，他竟然转头向我求助：阿晨，爸爸最疼你了，你快跟傅大小姐解释。我冷嗤一声，理都不理，直接上楼。谁知傅疏影竟露出一丝诡异的淡笑：球杆应该打在该打的人身上。说完，
他也跟着转身上楼。下一秒，楼下传来我弟江一白的惨叫，而我已经回到房间，打开电脑，看起我最头疼的高数。我正满脸痛苦的在草稿纸上写画画，根本没注意到身后多了一道身影。猛然见一只手摸上我的后颈，我吓得脖子一缩，猛地回头，瞬间跳起来。傅疏影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女人直接合上了我的电脑，对着我勾唇一笑。我想你啊，难道你不想我吗？我瞳孔骤然放大，耳根瞬间爆红。你不知羞！他见我这副模样，反而红唇上扬，柔软的小手摸上我的脖颈，一阵酥麻感直冲天灵盖。我下意识回头看了眼书桌前的落地窗，我的心猛地一紧，对面窗户里竟然有人影晃动，我瞬间慌了，看向他，声音都有些不自然。对面有人，而且我爸妈还在楼下呢。可他却靠近我，清香的呼吸喷在我脸上，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勾人气息。江晨，说你爱我，别惹我不高兴，快点。我顿了顿，弯腰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句我爱你。女人眼神逐渐迷离。阿晨，叫我的名字。我心头一紧，蹙着眉出声。傅疏影。下一秒他彻底失控，用力地吻上了我的唇，充满情欲的语气轻声问道：阿晨，你是不是喜欢我这样对你？我耳尖发烫，立刻否认。没有，你别乱说。耳边却传来他轻笑，缓缓吐出3个字：小变态。我全身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耳朵烫得惊人，唇角却忍不住掠过一丝暗喜。而此时门外，江一白的脸早已铁青，整整2个小时了。他妒火中烧，一想到自己的未婚妻，他更是憋屈到几乎呕血，拿出手机，直接给那个身材火辣的舞蹈生发去消息：老婆，晚上来我家，我给你开门。房间内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作业还没写完，明天上课前得交的。我急忙坐到桌子前，傅疏影忍不住轻笑出声。她坐到我旁边，拿起那沓皱巴巴的草稿纸，对着我扇了扇风，声音引诱道：阿晨，你有没有喜欢上我一点？我只是扬起嘴角，并不作声。然而我的沉默似乎彻底惹恼了他。说话，喜不喜欢我？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，伸出手轻轻抚上他的脸。看样子他又失控了。果然，他胸口剧烈起伏，下一秒他双眼泛红，声音都在抖。说喜欢我，他几乎是嘶吼说道：为什么不说？你说啊！我忍不住伸手轻轻抚摸那道疤，嘴里动情地喊着一个名字：疏影，傅疏影。他泛红的眼睛渐渐恢复正常，他好像在害怕什么，深吸一口气，脸色都变了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太凶了，有没有吓到你？我睁开眼对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没关系。紧接着我伸手捧住他的脸颊，主动吻在他的唇上，足足3秒。直到我说要抓紧时间赶作业，他恋恋不舍地离开我，可他根本不老实。我写着写着，他就伸手捏捏我的脸颊，我不理他，他又忍不住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。我终于不耐烦地看他一眼，像只炸毛的兔子。他心间一软，竟然又凑过来，在我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，将下巴搁在我肩上。什么题？算这么久？他握着我的手在草稿纸上轻轻画着。看好了，写完就去休息。不得不说，傅疏影真的很厉害。通过他的讲解，我很快就明白了一直搞不懂的问题。我刚提交答案，还没来得及关机，他啪一声就合上电脑。大小姐，这样很伤电脑的。他却勾了勾我的下巴，语气挑逗：你都快和我结婚了，还缺一台电脑？我心里冷笑，谁要和你结婚啊？他察觉我的心思，柔软的唇瓣亲了亲我的脸，我下意识躲开，他却顺势倒在了我怀里。那你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偏过头，并不回答他的问题，可他音量陡然拔高：你快说，你说不说？我有些无语。拜托大小姐，我们昨天才认识。谁知他竟生起气来。江晨，我们2个月前就认识了，在庄园的书房。书房？我的记忆瞬间被拉回2个月前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傅疏影。当时我爸正领着我跟傅家长辈们挨个打招呼，而傅疏影就坐在书桌前，明明神情清冷，却散发着生人勿近的疏离感。我爸根本不敢带我上前，直接让我去找我的未婚妻傅依依。结果我刚到傅依依房间门口，就看见她和江一白激战。我默默跑到花园躲起来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过上安稳日子，和谁结婚都行，总比在孤儿院强。我根本没资格挑。可就在半小时后，我爸突然打来电话，语气激动。原来是傅疏影处理完工作，站在窗前时竟然笑了。我爸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催我立刻上楼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刚刚摔了一跤，裤子上全是泥点。听说他杀过人，还随身带枪，他会不会一枪毙了我？我磨蹭到书房门口，我爸见我畏畏缩缩，低声骂我没出息，一把将我拽到傅疏影面前。她逆着光，像一尊不染尘埃的仙女。我垂着头不敢看她。下一秒，我爸狠狠掐我的胳膊。死孩子，叫人呢！我飞快地瞄了他一眼，又立刻垂下头。傅大小姐。他却没回答，死一般的寂静让我全身汗毛倒竖。我后悔没换衣服就跑来见他，根本没注意到他上扬的嘴角。最终还是我爸陪着笑脸拉着我退出了书房。我浑身冷汗，后怕地问我爸：我是不是得罪傅大小姐了？我爸却叹了口气：他没让你滚，就算是接纳你了。
以后你可要尽心的做傅家的姑爷。听到这话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。这就是我对他全部的初印象，满是恐惧还有窘迫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2个月后，我竟然会和这个女人准备结婚，这事态简直荒谬。我强装镇定，直视她的眼睛，随口扯谎。2个月前的事儿，我哪还记得？话音刚落，气氛陡然降到冰点。他周身气压低得吓人，一张小脸瞬间气鼓鼓的，眼神又成了初见时的血佛模样，伴君如伴虎。我脑子里只剩这句话，现在想跑也跑不掉，只能先哄着他，等他对我的新鲜劲过去，我再麻溜滚蛋。我主动亲了亲他的额头，他明知我只是在没走心的讨好他，却还是沉沦。直到我眼角余光瞥见半掩的门外站着一个身影，我瞳孔骤然放大，是江一白。他那只充满嫉妒和怒火的眼睛死死盯着我们。他到底站了多久？我卖力讨好的样子全被看光了，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豆腐上。可下一秒，一个纤瘦的女人来到了他身边，拉着他消失在门口。那女人并不是傅依依。隔壁突然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，我们对视一眼，都不约而同的笑出声。半小时后，隔壁没了动静，我也彻底累了。被他这样纠缠，我心中竟升起一丝异样的满足感。但我猛然清醒，他过不了多久就会玩腻，我必须加速这个过程。女人最容易腻的就是过分讨好的男人。于是我扯着嗓子大喊：淑英，傅淑英，我爱你！他身子猛然一僵，下一秒直直地凝视着我，眼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真的吗？我索性做戏做全套，笑着点点头。他整个人都柔软下来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诚挚。阿晨，我也爱你，不要骗我，也不要敷衍我，一辈子和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出神片刻，只当他是一时情绪上头，于是我顺着他点点头。好，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他贴我更紧了。就这样，我抱着他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晨，闹钟一响，我立刻起身。上午10点还有课，不能迟到。傅疏影还在熟睡，平日里清冷的小脸现在却显得十分温柔，唇角带着浅浅笑意，温柔的不像平日那个清冷的他。我快速换好衣服，背上帆布包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心底掠过一丝微不可察的不舍，很快被我强行压下，转身快步离开。他对我很好，可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不想被任何人捆绑。与此同时，阳光越来越亮，晃得傅疏影缓缓睁开眼，他下意识伸手一摸，身边空无一人，心头猛地一空，一种难言的失落涌了上来。这些年，傅疏影一直用高冷掩饰自己的内心，但其实自己比谁都缺爱。直到昨晚我的那句我爱你，才让他冷静多年的心真正感受到被填满。他起身走进浴室，洗漱台上摆着一套新的牙具，他的目光落在一只淡粉色小兔子图案的牙刷上，眼底掠过一丝浅淡的笑意。他知道这是我给他专门准备的。他拿起那只牙刷，挤上牙膏，又端起配套的兔子牙杯接水，指尖轻轻拂过杯沿，心跳莫名快了几分。他闭上眼，脑海里闪过昨晚的画面，心绪微微起伏。他稳了稳心神，简单收拾过后，便将毛巾冲洗干净挂回原处。他轻轻摇头，自嘲似的笑了笑。我竟会因为一个男人变得这般不像自己。这时他才猛然想起，昨天过来本是要带阿晨去挑戒指，却撞见江父拿着高尔夫球杆要对他动手。那一刻他是真的动了怒，可一想到阿晨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极其渴望亲情，他才强行压下怒火。直到昨晚听到我亲口说爱他，他突然很想和我拥有一个家，一个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他改变主意不去公司了，他要先找到我，把戒指买好，戴到手上才能安心。可他刚下楼就在楼梯口看见我爸妈像2个门童一样恭敬站着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。傅大小姐给您准备了早餐。他心里一阵反感，但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拿起1块三明治，转身就走。身后我爸妈竟对着他的背影深深鞠躬。傅大小姐慢走，欢迎再来。门外司机早已备好全新的衣物，在门口静静等候。工资翻3倍。司机瞬间狂喜，多谢傅大小姐。下一句话却是让司机开车去我的学校。上午是体育课，我被分到了篮球基础课。更要命的是，体育老师非要拉着我配合排练班级集体表演。和我对手戏的是我们班的团支书周珊珊，她需要借力踩上我的膝盖，被我拖住手臂，再稳稳站到身侧的高台位置。因为我俩总是像机器人一样没感情，老师当场怒了，他中断排练，让我们面对面站着。你们2个就这样给我对视3分钟，先把默契培养起来。全班瞬间哄堂大笑，我和周珊珊一对视，也直接笑喷。老师气得不行，我们越憋着就越想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就在排练室楼外，一辆劳斯莱斯正静静停着，车后座的傅疏影死死盯着我。他亲眼看着我别的女生做托举配合，又看着我和那女生相视而笑。那一刻他气得浑身轻颤，一张清冷的脸冷得能滴出水来。正当我笑得开心，突然感觉到一道冰冷的目光，我猛地抬头朝着那个方向看去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。傅疏影，他竟然在车里。下一秒我眼睁睁看着他取出一把枪，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对准我身边的周珊珊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下意识挡在周珊珊身前，对她递去警告的眼神，可她只是冷笑一声。她在气我替别的女人出头，来不及多想，我快步冲过去，猛地拉开车门坐进去。那把枪仍对着外面，我声音发颤：傅疏影，把枪放下。
他毫无反应，只是死死盯着我。我手抖得厉害，小心地扶上他的手腕，想把枪拉下来。我带着讨好与哀求，轻声叫了一声“老婆”，他却用枪柄轻轻抵住我的下巴，语气冰冷：“你还有脸叫我老婆？”冰凉的触感贴着我的皮肤，我吓得呼吸发颤。傅疏影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天知道我错在哪儿，可眼下必须先安抚他。谁知他彻底动怒，我的未婚夫和别的女人走那么近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他将枪放到一旁，直接坐到了我腿上，动作带着强势的怒意。我慌了，不要在这里，车外都是我的同学，求你，我只想好好学习，安稳毕业，过平静的生活。可傅疏影的出现打破了我所有的安稳，我感觉自己的尊严被狠狠碾碎。他慢慢靠近我，我嗓子发哑：“傅疏影，放过我吧，我不要和你结婚了。”他声音冷得发颤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一字一句地喊：“我要退婚！这不是爱，是束缚，是让人喘不过气的占有。”天色暗下，我的心也跟着沉到底，我的心一点点冷下去，防线彻底崩塌。傅疏影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你。我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，他却忽然将我紧紧抱住，下一秒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我的背上，我愣住了。傅疏影哭了，我狐疑地眯起眼，只当是自己的错觉，可我能清晰感觉到他在拼命忍住眼泪，他被我逼到崩溃，他的心在一点点冷却，眼神也渐渐漠然。他哭得压抑，像个无措的小孩，而我只觉得满心疲惫。他想和我组建家庭，想共度余生，可我想要的从来都只是逃离。是我对不起他，还是他太过偏执？他紧紧抱着我，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昨晚片刻的温柔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阿晨，我不能放手，也绝不会松开。我放弃了无谓的挣扎。上帝创造我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承受这一切苦难吗？就在这时，傅疏影的声音冷静下来，带着几分近乎哀求的软意。阿晨，我带你去买戒指，我们别吵了，别分开，好不好？我忍不住冷笑。他这般偏执的占有，也配叫爱？不过一夜交集，便能说爱。如果爱真这么轻易，那我过去20年为什么从未被爱过？连亲生父母都不曾真心待我。我的心冷得彻底，一个玩味的念头悄然浮起，我倒想看看这个女人能对我执着多久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眼神幽暗，应了一个字：好。他身子一僵，明显愣住。他扶着我的胳膊，眼底闪过难以置信的意外。真的？我对他扯出一抹淡漠的笑，眼底尽是讥讽。真的。他瞬间沉浸在我这虚假的阴云里，理智在提醒他这未必是真，可他还是选择相信。司机心领神会，车子立刻启动，直奔高端升值。VIP 室内，傅疏影轻轻挽着我，姿态温柔，我像个没有情绪的傀儡，任由他安排。他心情大好，认真挑选着戒指，甚至直接把黑卡放在桌上。还有更好的吗？工作人员认出他，连忙将顶奢款式悉数呈上。傅小姐，最好的款式已经全部在这里了。傅疏影轻叹了一声，抬眸看向我，语气温柔亲昵。宝贝，喜欢哪个？我抬手指尖轻触他的锁骨一带。老婆，我全都要。我本想看他为难窘迫，没想到他反倒满意的笑了，直接对工作人员吩咐：都包起来。我心里一噎，笑意瞬间淡去，刚想转身，他却轻轻将我按在沙发上。工作人员立刻识趣的退出 VIP 室，顺手关上了门。我垂眸看他，心底却莫名一紧。他不会是想……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个灼热的吻就贴了上来，与刚才的激动截然不同。这个吻温柔的不像话。我震惊的睁大眼睛，茫然的望着他，距离太近，我甚至能看清他纤长浓密的睫毛。那个在黑白两道里叱咤风云的傅疏影，此刻竟然用尽全力吻着我，像是在汲取失而复得的珍宝。他眼神渐渐迷离，带着近乎脆弱的哽咽，轻声唤着我的小名。阿晨，我们一辈子不分开，好不好？紧接着，他脑海里闪过舞台上那个女生的身影，那是一个和阿晨年纪相仿、干净清爽的女生。他们两人站在一起，确实很合拍。一念至此，他心底猛地涌起一阵自卑。阿晨不喜欢自己，会不会是嫌我比他大？他越想越酸涩，下一秒又觉得可笑。我一个万人敬仰的高岭之花，居然会因为一个男人自卑，实在荒谬。我察觉到他的停顿，狐疑地睁开眼，垂眸望去，正好对上他泛红的眸子。我眉头一皱，这女人又要情绪失控了吗？趁他愣神之际，我从沙发上站起身，他只是抬眸静静凝视着我，一言不发。我心里有些不自在，匆忙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匆忙找借口：我得回学校了，晚上有晚自习，不签到会扣学分。傅疏影唇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，她起身拉住我的手腕，两人一前一后往 VIP 室门口走去。工作人员推门进来：傅大小姐，您要的戒指都已包好，稍后会有专人送回。她淡淡应了一声，抬眸看向我的手，随即对工作人员道：先选一款戴上。
整排男士钻戒陈列眼前，款式大气，却都太过惹眼。我飞快扫过一圈，这些戒指都太张扬，再去学校必定成为焦点。我绝不想这样。我在一众款式里仔细寻找，终于发现2枚男士素圈银戒，款式简单低调内敛，日常完全能戴。我唇角微扬，指了指那一对。这对。傅疏影早猜到我会选素净的款式，却没想到会低调到这种地步。但既然我喜欢，他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他本就不喜欢张扬。工作人员见傅疏影没有异议，立刻将那2枚素圈银戒取了过来。他拿起其中一枚，轻轻戴在我的无名指上。趁得我手指修长干净，他忍不住轻轻摩挲我的手背，目光揉了几分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。他看向盒中剩下的另一枚，淡淡开口：“给我戴上。”我急着赶回学校上晚自习，也没再多推脱，拿起银戒，缓缓为他戴上。我垂眸看着他，心底微微一动，可很快便强行压了下去。我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绝不想被命运捆绑。我承认傅疏影很耀眼，我也并非没有心动，但我很清楚，好感与未来是两回事。戴好戒指，我松了口气，像完成了一件任务。我抬眼看向他，我去上课了，拜拜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离开，谁知他上前一步，轻轻拉住我的手腕，走到我面前。我送你。说实话，我真不想让他送。他的车就算外观再低调，识货的人也一眼能看出价值不菲。可上午已经有同学亲眼看到我上了他的车，想瞒也瞒不住了。我无奈地跟在他身后，脑子里飞速盘算等下该怎么敷衍那些八卦的同学。一坐进车里，我下意识往车门边挪，刻意和他保持距离，可他偏不，下一秒直接靠近我，大腿轻轻挨着我的。我心里暗叹，却不敢惹他。万一他情绪上来，我晚自习肯定泡汤。终于到了教学楼门口，我几乎迫不及待想下车，结果手臂又被他拉住。在学校记得想我，别和其他女生走太近，我会吃醋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忍不住暗自皱眉，宽的真宽。但我还是乖乖点头，他这才松开我。看他这副模样，我只觉得不自在，这女人未免太会演。我挤出一个敷衍的笑，那我去上晚自习了，拜拜。他淡淡应了一声，眼底藏着一丝不舍。我飞快下车，头也不回冲进教学楼。进教室前，我赶紧把衬衫扣子扣严实，生怕被同学看见脖颈上的浅淡痕迹。我怕引人注目，猫着腰从后门溜进去，小心翼翼坐到最后一排。周珊珊一直在等我，见我进来，立刻拿出手机帮我完成签到。我看到签到成功才松了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前排2个同学突然转过身，一男一女，眼神八卦地盯着我。男生满脸兴奋：“江晨，今天上午你上了谁的车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”我脸色瞬间发白，手指紧紧攥着手机。我低着头，不想回应这些八卦。那个曾经追过我的女生面露不屑，阴阳怪气的讽刺：“平常在学校装的清心寡物，谁都看不上，原来是没遇到舍得砸钱的。”他接着恶意挑衅：“开那么贵的车，对方年纪很大吧？”我猛地看，冷漠地瞪着那女生，她却丝毫不怕，依旧一脸挑衅。教室里安静的可怕。上午我坐豪车离开的事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不少同学直接转过身盯着我。我一言不发，默默拿出笔记本电脑，自顾自开始学习。孤儿院长大的我，比这更难听的话都听过，这点优辱根本伤不到我。我不理不睬，脸色越发难看。江晨，你一晚多少钱？我包了。旁边几个女生立刻低头嗤笑。我脸色铁青，强压下心头怒火，依旧盯着屏幕。见我始终无动于衷，众人很快没了兴致，各自转了回去。那女生还不甘心，正要再开口，周珊珊突然走了过来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录音，我会直接交给辅导员。女生一听瞬间慌了神，气势全消，连忙转身坐好。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我瞥了一眼，继续埋头学习。周珊珊在我身旁坐下，轻声安慰：“他们就是无聊，别往心里去。”我轻轻嗯了一声，目光没离开电脑。她本想问上午的事，见我学得认真，便没再多问。你下午没来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。我对她笑了笑：“谢谢班长。”一整个晚自习，我有不懂的知识点都向她请教，她都耐心讲解，下午漏掉的内容全部补了回来，我心里也松快不少。有周珊珊这样的朋友在身边，那些流言蜚语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。下课铃响起，你帮我解围，还给我补课，我请你吃夜宵吧。我午饭晚饭都没吃，现在真的饿极了。周珊珊一听，眉开眼笑。好啊。我们并排走出教室，一路商议着是吃烧烤还是炸鸡。刚走出教学楼，我突然感受到一道灼热的目光，我警惕地看过去，黑暗中，樟树林旁站着一道高挑纤细的身影，他就安静地立在那里，周身带着清冷的气场。是傅疏影。是傅疏影？他不是走了吗？难道一直没走？难道他在外面等了一整个晚自习？他不是工作很忙吗？怎么会有时间等我？我内心瞬间冒出100个问号，我定在原地，腿有些发软，身体开始冒虚汗。周珊珊察觉到我的异常，她停下脚步，满眼担忧地扶住我的手臂。阿晨，你没事吧？她声音清脆，林子里的人闻声险顿了一下，我嗓子瞬间有些发紧，呼吸急促，窒息感席卷全身。我看向周珊珊，强压下心里的惊恐。班长，你先走，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，先回去了。我强装镇定。周珊珊见我脸色煞白，她的心也提了起来，她抓着我的手臂，担忧地看向我。阿晨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
我带你去医务室吧。就在这时，树林里的人突然轻笑了一声，我瞬间像是遇见什么洪水猛兽一样，猛地甩开周珊珊的手，瞪着她厉声道：“快走！”周珊珊见我生气，不想违背我，只好迷茫又担忧的离开了。直到她走进女生宿舍，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。下一秒，我冲进树林，傅疏影还在那里静静的站着。我来到女人的面前，身子紧张到有一丝僵硬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我能清晰感受到她身上带股清冷疏离的气场，压得我有些喘不上气来。疏影缓缓朝我靠近，淡淡的玫瑰香气混合着她身上的荷尔蒙味道，让我心间忍不住颤抖了一下。我上前双手抓住女人的肩膀，疏影，他是我朋友，他帮过我，我和他之间没什么，你要相信我。黑暗中，她突然拉了一下我的衣领，我跟着女人的脚步来到了树林深处。这片林子之前有个学生自杀，渐渐的闹鬼的传闻四起，到了晚上根本没人敢从这里走。我怕鬼，但此时此刻我更怕傅疏影。虽然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从她激动的身体反应，我也能知道她气得不轻。我也不敢反抗，我怕她在这里发疯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她毁了我的学业。我一个踉跄差点跪下，谁知她及时上前，纤手轻轻扶在我胳膊上。夜色微凉，我下意识拢了拢衣。回家好不好？我忽然想起我们还没有结婚，语气稍缓。你不是说要嫁给我吗？我们好好说，别在这里，在这对我们影响不好。傅疏影没应声，只是轻轻环住我的近腰，脸颊紧紧贴在我的胸膛上，发丝蹭过我的衣领，带着淡淡的馨香。抬头时眼底的偏执褪去几分，多了丝不易察觉的依赖。我放缓语气安抚：傅疏影，我爱你。她身子微微一颤，环在我腰上的手紧了紧，脸颊往我怀里又蹭了蹭。她的气息拂过我的胸膛，带着几分温热。我抬手抚上她的脸颊，指腹轻轻摩挲她的眼角，帮她压下残存的力气。她静静靠在我怀里，没再闹。我顺势抬手，轻轻揽着她的肩，姿态从容又带着掌控感。凉风吹过，趁她冷静下来。傅疏影，我想回家。她动作稍顿，抬头望我，眼底还带着未散的柔意，却没回话。随后她牵起我的手，走向停在路边的劳斯莱斯。我坐进车后座，她立刻挨着我坐下，身子微微倾斜，半边肩膀靠在我身上。傅家庄园。我愣了一瞬，但终究没再多言。车子平稳驶入傅家庄园，在主楼前停下。她拉着我下车，傅疏影周身气场收敛了许多，多了几分柔和。电梯缓缓上升，我静静注视着跳动的楼层数字。电梯门开启，她拉着我走进客厅，微微朝我贴近。看着她眼底的柔意与偏执，我声音低低的开口：傅疏影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，好不好？然而傅疏影指尖轻缓划过我的腰侧，嗓音妩媚：错哪儿了？我不该和别的女生走得太近，可她只是普通朋友。情绪交织的窒息感漫上来，心底却莫名翻涌着一丝异样的悸动。我察觉到这份反常，猛地收紧心神，用力咬住舌尖，尖锐的痛感瞬间拉回理智。傅疏影满眼温柔地看向我，却撞见我满眼克制，唇角还沾着淡淡的血色。她瞬间怔住，眼底闪过慌乱与无措，再也维持不住平日的冷静。张嘴，你怎么流血了？我错了，你别吓我。我强行压下心底翻涌的杂念，静静直视着她，试图找出一丝伪装，可映入眼帘的只有真切的担忧。我不愿坦然接纳这份在意，紧紧抿住双唇。傅疏影心口一阵发闷，万般无奈下，轻柔地用指尖抵住我的唇齿。我下意识咬了过去，她却没有躲闪，只是仔细地查看我的舌尖。好在只是轻微破皮，并无大碍。望着我唇角残留的血色，她心头涌上浓重的懊恼与心疼，指尖轻柔抚过我的侧脸。我明明不该过分苛责，可只要想起傍晚阿晨和那个女人并肩闲谈的画面，我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。父亲说爱是包容，是隐忍，是体面原谅，可如今我才彻底明白，真正的爱意从来无法冷静克制，爱本就是狭隘的，会让人失控癫狂，会生出独占的死心。良久，他缓缓松开环着我的手，转身走向浴室。冰冷的花洒流水落下，勉强平复他翻涌的心绪。我挺直身形靠坐在沙发上，目光空寂。就这样平静收场了。浴室的水声不断，他在里面待了很久都没有出来。我饿得阵阵抽痛，本来还盼着晚上好好吃顿东西放松一下，可自从遇见傅疏影之后，我的心就再也静不下来。我走到厨房，开冰箱，里面摆满新鲜食材。我从保鲜柜拿出一颗小菜心，撕成小块放进锅里，炒熟后我拿出碗筷，端着小锅低头进食。实在太过饥饿，我沉浸在饱腹的舒缓感里，完全没有察觉身后有人靠近。就吃这么点儿？我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碗筷应声摔落在地，白瓷碎裂，碎片四散，一块瓷片划过脚腕，细小的血珠慢慢渗了出来。傅疏影眼底瞬间充满了担忧，她立刻开口：别动，小心瓷片，我来弄。她缓步走近，小心翼翼避开地上的碎瓷片，走到我身旁。我只是一天没吃东西，想自己弄点东西吃而已。她站在我面前，眼底揉杂着担忧与嗔怒，目光缓缓落下，落在我脚腕的细小伤口上，创口不深，却还在慢慢溢血。她转身取来医药箱，走到我身边坐下。她轻轻抬手，示意我把受伤的脚伸出来，专心为我清理伤口。刚洗完澡的她，身上萦绕着淡雅的沐浴香气，我目光无意间和她相撞，氛围泛起一丝微妙的暧昧。反复消毒过后，伤口不再渗血，她细心地给我贴上创可贴，才收回动作，起身走向开放式厨房。
我安静靠在沙发上，心底漫过一丝浅浅的失落。我原本以为他洗完澡出来会有别的举动，结果他直接走进冰箱了。他取出阿姨提前备好的新鲜肉末，还有切好的青椒丝，起火烧油，肉香瞬间弥漫开来，勾得人食欲翻涌。我静静看着灶台前从容从容的他，心底缓缓升起一丝暖意。他拿起筷子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走到我面前。我手艺还不错，尝尝。我本来情绪低落，没什么胃口，淡漠开口道：“我现在不太想吃。”他语气笃定，不容推脱。多少吃一点。他坐到我身旁，挑起一筷子面递到我唇边。连日的心绪杂乱，一直没好好吃饭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张口缓缓吃下。在他安静的注视下，他耐心陪着，一块一块慢慢喂我，气氛安静又微妙。不知不觉，一整碗面条全部吃完。见我终于好好吃了一顿正餐，他眼底露出浅淡的安心。饱腹之后，我整个人紧绷的情绪慢慢松弛下来，心头莫名泛起一阵躁动。夜色渐深，我目光不自觉落在他身上，察觉到我的靠近，他骤然抬眸，两道视线骤然相撞。他水润的眸子微微一眯，眼底带着几分探究。我瞬间回过神，语气平静清晰：“时间很晚了，明天还有课，我要先回家了。”他盯着我：“我带你来12层，就没想让你回去。”我眼里多了一丝茫然，心底的恐惧缓缓往上爬。什么意思？从现在起，你就住在这儿。不行！我连忙摇头，见我这副抗拒的模样，他方才勉强压下去的孕意再次翻涌上来，一瞬不瞬地望着我。我无奈轻叹，他抬头看向我，取悦我。我心下一紧，缓缓看向他，语气带着几分无奈：“别这样。”看着我疏离淡漠的样子，他脑海里瞬间闪过傍晚的画面，阿晨和周珊珊能并肩说笑，轻松自在商量夜宵，凭什么在我这里却只剩抵触和冷漠？快点！迫于他的情绪，弯腰亲了亲女人精致的小脸，他情绪彻底失控。尽管我已经解释过无数次，周珊珊和我只是普通朋友，没有任何多余牵扯，可傅疏影始终不肯相信，无力再辩解，只能沉默承受这份紧绷的对峙。翌日清晨，我走进浴室，胸口闷堵难耐，整个人疲惫到极致。我反复清洗，试图冲淡心头的烦躁与郁结。这时，傅疏影缓步走到我身后，静静站在门口，偏执的占有欲依旧没有散去。连日的猜忌、嫉妒与不安，让他情绪始终无法平复。我看着镜中他的身影，满心无奈。明明矛盾早已消耗彼此，他却依旧执着于困住彼此，长久的精神拉扯耗尽了我所有力气。我长叹一口气，再次躺到了床上，最终昏沉睡去。再次睁眼已是深夜，强烈的饥饿感席卷全身。我轻轻挪开他的手，赤脚起身走向衣帽间，目光扫过衣柜，原本整齐的女士衣裙旁多了整整一半的全新男装，款式尺码都格外合身，首饰柜里也摆放着许多精致贵重的男士饰品。一瞬间我便明白，原来他早已打定主意，要将我禁锢在这片天地，牢牢圈在身边。但此刻剧烈的饥饿压倒了一切思绪，我随意套上一件宽松衣物，踉跄着走进厨房，一把拉开冰箱门，看到里面各式食物的瞬间，压抑许久的食欲彻底爆发。我坐在地面大口进食，长久的情绪内耗让我只能靠饱腹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与荒芜，满地散落着包装袋。我沉浸在暴食里，以此缓解心底的伤痕与孤独。另一边，傅疏影从沉睡中惊醒，她做了一场噩梦，梦见我摘下那枚情侣戒指，狠狠甩开她，决然转身离开，再也没有回头。恐慌瞬间攫住她的心神，睁眼发现身边空无一人，瞬间心头骤紧。她立刻起身寻来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她看见我独自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周遭满地食物碎屑，不停往嘴里塞着糕点，模样狼狈又落寞。她脚步一顿，望着敞开的冰箱和狼藉的地面，心头骤然一痛。阿晨怎么会一次性吃下这么多东西？就在这时，我猛地对上他的视线，心头骤然一震。他静静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满地的包装袋和敞开的冰箱。阿晨，你怎么吃了这么多？你从来不会这样的。与你无关。他上前一步，声音陡然提高几分。怎么能与我无关？你一次性吃这么多，我也会受不了的。我没理会他的话，强压下心底的慌乱与羞耻，放下手里的糕点，语气更加冷漠。不用你管。说完，我不愿再和他对视，转身快步冲进浴室，反手锁上了门。剧烈的反胃感不断翻涌。我弯腰开始干呕，直到胃里彻底清空。门外傅疏影的敲门声不停响起，语气满是焦急。阿晨，开门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？我知道你不想见我，但你刚吃了那么多，万一胃不舒服怎么办？阿晨，别闹脾气，开门让我看看你，好不好？我一概无视，沉默承受着心里的烦躁与煎熬。缓过来后，我走到洗漱台前反复刷牙，直到口中异味散尽，才停下动作。门外的敲门声依旧持续。阿晨，我最后说一次。开门，不然我敲锁了。我神色冷漠，异常平静地走过去将门打开。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淡漠地直视着他。你到底吃了多少？有没有反胃、胃痛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那一颗积压已久的愤懑、误会与压抑彻底爆发。我用力扯开他的手，低吼道：“我说了不用你管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咄咄逼人？”他被我骤然的态度震得身形一僵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却还是强压下酸涩。我不是咄咄逼人，
我是担心你。阿晨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你跟我说，我改。你改不了。我语气暴躁，满是嘲讽。你改得了你骨子里的偏执吗？改得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猜疑吗？我跟你说过无数次，周莎莎和我没关系，你从来不信。他身形一震，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带着一丝哽咽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只是怕你离开我。阿晨，我只有你了。你只有你自己。我情绪愈发激动。你把我圈在这里，把我当成你的私有物，你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。我只是想好好对你，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你，我以为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。他茫然又心痛，完全不懂我突然崩溃的缘由，而我看着他眼底的真切，心底的愤怒又掺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。我眼神空洞淡漠，平静拨开他的手，无视他落寞的神情，语气淡漠：别再跟着我。说完，我侧身绕过他，我转身走向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敞开，身后忽然一紧，傅疏影跑过来抱住了。可不可以不要走？我神情漠然，久久沉默不语。他再次开口：就不能留下来，好好跟我说句话吗？我语气中不带一丝温度。傅疏影，你没必要这样。女人心口骤然发紧，两人沉默好久。傅疏影语气中满是疲惫：你乖乖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别走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片刻后，他拿着一件白色宽松睡袍走来，抬手想要帮我解开衬衫扣子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唇角勾起一抹淡漠的讥讽。他解扣子的动作骤然僵住。我只是想让你舒服一点。积压已久的矛盾彻底爆发，我抬手狠狠甩开他的动作，那一瞬的声响格外清晰，空气瞬间凝固。傅疏影整个人彻底僵在原地，满眼震惊与难以置信。他从未被人如此对待过。江晨，你一定要这么赶去我吗？我神色漠然。我早就说过，别逼我，也别想困住我。他呼吸发紧，情绪濒临失控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不会这么排斥我？怎么做都没用，我接受不了这种被束缚的相处，也接受不了你的猜忌和控制。他心口钝痛，一步步逼近，抬头贴上了我的唇，带着积攒已久的偏执与难过。我不甘退让，强硬回击。许久过后，他收起所有强势，拿起睡袍替我换上。我站直身子，他眼底褪去所有锋芒，只剩卑微又无助的怅然。江晨，就当是我求你，主动亲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愣了愣，不愿再激化矛盾，抬手轻揽住他的细腰，在他唇角浅淡碰了一下，他眼底温柔缱绻，夹杂着化不开的感伤。江晨，试着放下偏见，慢慢喜欢我，行不行？我心头猛地一沉，悬殊的差距，长久的隔阂，压抑的相处，都在提醒我们本就不合适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找了个平淡的借口：我身体不舒服，想睡觉了。说罢，我转身回了卧室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没有执意合下纠缠。他关掉刺眼的主灯，只留一盏柔和的床头夜灯，俯身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在我额头落下一个轻柔的晚安吻，便安静转身走出了卧室。房间瞬间安静下来，心底莫名涌上一丝说不清的空落。可我很快回过神，压下这份不该有的情绪。我和他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他一时的偏爱终究不会长久。等新鲜感褪去，一切都会回归原点。脑袋昏沉沉的，我很快就沉沉睡去。第二天清晨，手机闹铃将我唤醒，我怀中多了一个人，我毫不意外地弯了弯唇。傅疏影，起床了，我还要上学。记得昨夜肠胃不适，是他默默给我喂药，耐心帮我暖胃的样子。人在身心脆弱的时候，总会本能贪恋温柔。这时，他缓缓睁眼，语气娇柔：早安，阿晨。我不动声色推开他的手臂，坐起身下床。他也顺势起身，语气认真又带着明显的担忧：江晨，以后好好吃饭，别再肆意折腾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我愣在原地，没有应声，转身去了卫生间洗漱。我指尖摩挲着毛巾，心绪复杂。傅疏影她容貌出众，注定耀眼不凡。反观我，身世坎坷，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所谓的豪门亲生父母，从来未曾给予半点温暖。我从不奢望那样虚假冰冷的亲情，也始终不敢笃定傅疏影这份浓烈的偏爱能维持多久。孤儿院老师说过，爱最是患得患失，我一直谨记在心，努力清醒克制，从不贪恋温情。我不断否定自己对他的在意，只要不动心就不会被牵绊。两人洗漱后准备一起出去，我正要径直去往电梯，他却转身走进厨房，娇嗔地看向我。又打算空腹出门？我这才想起早饭，神色微僵，解释道：昨晚吃太多，现在没胃口。他没接话，掀开电饭煲，温热的皮蛋瘦肉粥香气散开。他盛出小半碗递到我面前，语气平静却不容拒绝：多少吃一点。我看着碗里的粥，心底本能的抵触。他一眼看穿我的心思，眼神瞬间冷了几分。喝完再走，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没法拒绝，端起粥快速喝完。
他随即递来温水与养胃胶囊，把药吃了。我乖乖接过吞下。我先走了，上学要迟到了。我说完，转身就要往电梯走，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悦。跑什么？我脚步顿住，我真的快迟到了。他缓步朝我走近。你打算步行去学校？我一时语塞，方才一心只想逃离这里，压根没想过出行的事。我看向他，你能送我过去不？他语气温柔，亲我一下，我就送你过去，好不好？我神色微顿，浅淡碰了一下他的唇角，不够。他轻声开口，我没有过度纠缠，适度凑近，浅浅落下一吻。片刻后缓缓分开，气氛温柔又克制。他抬手细心帮我整理好衬衫纽扣，晚上回来好好陪我。我避开他的目光，神色平淡，没有回话，转身便踏进了电梯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将傅疏影眼底的期待与温柔隔绝在外。我靠在冰冷的轿厢壁上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这些日子的拉扯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将我牢牢困住。本以为能过上安稳日子，却被一场下药的阴谋拽进了与傅疏影纠缠的漩涡里。车子平稳驶到学校门口，我推开车门，头也不回地往里走，不敢去看后视镜里傅疏影的目光。刚走进教室，周珊珊就抱着作业本走了过来。江晨，昨天你突然走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我心头一紧，连忙摇头。没事，家里有点急事。周珊珊没有多问，只是将笔记递给我。这是昨天的重点，你落下了，我帮你整理好了。我接过笔记，指尖触到他温热的手指，下意识往后缩了缩。经过前几次的风波，我实在不敢再和任何女生走得太近。就在这时，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鱼贯而入。江先生，傅小姐让我们护送您全天，确保您的安全。全班同学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，有好奇，有艳羡，也有不屑。那些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，我攥紧拳头。我不需要，你们回去。为首的保镖依旧恭敬。江先生，傅小姐吩咐，我们不敢违抗。我知道傅疏影一旦决定的事儿，从来没有回转的余地。我趴在桌子上，将脸埋进臂弯里，满心都是疲惫。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众星捧月的生活，不是富家姑爷的头衔，只是普普通通的读书，毕业找一份安稳的工作，远离那些勾心斗角和偏执的束缚。一整天的课我都心不在焉，脑海里反复浮现傅疏影的样子，她的强势、温柔、偏执、脆弱，像一幅幅画面在我眼前交织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纵横黑白两道的女人早已在我心里刻下了痕迹，只是我不敢承认，也不敢接受，怕自己再次被抛弃。放学铃声响起，我刚走出教学楼，那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就停在眼前，傅疏影坐在后座。阿晨，过来。我迟疑了片刻，还是弯腰坐了进去。他立刻凑过来，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，将头靠在我的肩上，身上淡淡的玫瑰香气萦绕在我鼻尖，让我紧绷的心弦微微松动。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乖乖的？他轻声问，语气像在哄小孩子。我嗯了一声，没有多说。他似乎察觉到我的低落，抬手轻轻抚摸我的脸颊。是不是不嫌保镖跟着，我让他们撤了？我猛地看向他，眼中满是惊讶。我以为他会一如既往的强势，没想到他会为我妥协。阿晨，我知道我之前太偏执，总想着把你绑在身边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怕你离开我，怕你像空气一样消失。我从小在傅家长大，见惯了尔虞我诈，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想要拼尽全力去守护。我可以改我的偏执，改我的猜忌，只要你别推开我。看着他眼底的脆弱，我心头一软，过往的抵触与抗拒在这一刻渐渐消散。车子驶回傅家庄园，刚走进主楼，就听到一阵嘈杂的哭闹声。傅依依和江一白跪在客厅中央，傅老爷子面色铁青，江家父母站在一旁。我一眼便明白，傅疏影要清算旧账了。傅疏影牵着我的手走到客厅中央，周身的清冷气场瞬间笼罩全场。傅依依，你给阿琛下药，勾结江一白陷害他，妄图将他送去缅北，这笔账该算了。他的声音冷得像冰，没有一丝温度。小姑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江一白也面色惨白。傅大小姐，我是被傅依依蛊惑的，求你放过我。傅疏影眸中闪过一丝杀意。你动我的人，就该付出代价。爷爷，傅依依德行败坏，不配做傅家人，逐出傅家，终生不得踏入傅家庄园。江一白陷害江晨，剥夺他在江家的所有身份，江家东南亚的产业全部收回。傅老爷子没有丝毫犹豫，点头应允，就按疏影说的办。江家父母脸色煞白，却不敢有半句反驳。看着傅依依和江一白被拖走，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我心中没有快意，只有释然。坏人终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处理完一切，傅疏影牵着我回到12楼的房间。他没有再像往常一样强势靠近，只是安静地坐在我身边。阿晨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我看着他缓缓伸出手，轻轻抱住了他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抱他，他的身子一僵，随即紧紧回抱住我。疏影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怕你只是一时新鲜，怕我配不上你。阿晨，
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最好的。我傅疏影认定的人，一辈子都不会变。你身世如何，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这个人。那晚，我们只是相拥而眠，他的呼吸均匀地洒在我颈间，温暖而安心。我第一次睡得如此安稳，没有噩梦，没有焦虑，只有满满的踏实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房间，落在我们身上。傅疏影正睁着眼睛看着我，眼底满是温柔。他带我来到一片梨花树下，正是我们初见的地方。彼时我穿着休闲装在这里看书，他站在不远处看了我许久。如今我们并肩站在梨花树下。阿晨，2个月前我在这里第一次见你，就心动了。傅疏影从口袋里拿出那对素圈银戒，轻轻套在我的无名指上。我拿起另一枚戒指，缓缓套在他的无名指上，低头轻轻吻上他的唇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傅疏影真的改了他的偏执与猜忌，不再强行将我禁锢在身边。他会陪我去学校上课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安静地看着我，会在我熬夜写作业时默默给我端来温热的牛奶。我也渐渐放下了所有的防备与顾虑，坦然接受他的爱，也全心全意地爱着他。冬至那天，阳光正好，我刚满23岁，傅疏影早早地拉着我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红色的本本握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满是幸福。她看着结婚证上的照片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婚礼办得低调而温馨，没有铺张浪费，只有至亲好友在场。傅老爷子看着我们，满脸欣慰。爷爷，我会一辈子对疏影好。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，我顺利大学毕业，进入了傅氏集团，和傅疏影一起打理生意。她依旧是那个叱咤商界的傅大小姐，却只在我面前露出温柔娇软的一面。我不再是那个自卑敏感的孤儿院少年，因为有了傅疏影，我有了家，有了爱，有了想要守护一生的人。而我和傅疏影在历经波折后，终于相守一生。傍晚，我和傅疏影依偎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。她靠在我怀里，轻声说：“阿晨，幸好当初我没有放开你。”幸好我们没有错过。